那为什么我们会找这个专案管理思维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因为对于刚进入职场的新鲜人们，很常欠缺的就是专案管理的思维以及技巧嘛。那就常常会有可能工作进度落后或是效率低下等等的状况。那这次的讲座呢，希望能让大家了解目前比较主流的传统，也就是瀑布式，还有 Agile，敏捷专案管理这两套概念与适用的场景。相信就能让大家对于专案管理有架构性的认识。那即使你今天没有要成为专案经理，也没有要执行专案，透过了今天的讲座，了解相关的方法，也能够让你找到更好的工作与决策模式哦。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韩森管顾公司负责人林明辉顾问老师呢，他也有共同创办企业解忧事务所，而且有同时担任测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的营运长。那他在专案管理领域是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的。那曾经有为多个知名的企业提供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也就是 CRM 这个系统的建制专业顾问服务。那而且他非常善于应用敏捷和传统专案管理的方法，根据客户需求去量身定制解决的方案。那也帮助很多企业有效的实现目标，并提升运营的效率。现在就请大家帮我热烈的鼓掌，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师。好，谢谢伟莹。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的专案管理。那其实，在专案管理的过程中，我们有分为传统跟敏捷式的思维。那这两个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其实它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为什么叫做一体两面？就像刚刚讲的，很多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的是瀑布流的一个传统式的一个专案管理。可是在，现在目前的市场的变化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的快速的部分，所以因此有敏捷式的一个思维去产生，然后在做刚之前所讲到的部分，就是在瀑布流的部分来讲的话，它的变形就是所谓的敏捷式的管理，等一下会有一些介绍。好，那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那刚刚其实我已经帮我介绍过，那我们这一段就可以跳过。所以等于说，哎，我们在现在目前 AI 的时代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需要有这些服务的部分。好，那再就是说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因为为什么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部分，就在于说，哎，其实我对于学习上面来讲是非常的热衷跟喜欢，包含说你可以看到我的证照的部分，包含专案管理术的证照、营养学的证照、人工智慧学校二期经理人班结训，以及医疗器材的风险管理师的证照，甚至于我最近2023年的时候拿到 AI 900的证照，所以在我们整个的学习过程中，现在目前大家都讲究斜杠，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学习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尽量的去学习。那我自己的课程里面有包含运营类、专案管理类、行销销售类跟企业流程类的部分，如果一样有兴趣的部分，可以透过 LINE 来跟我做一些交流。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主题。今天的我们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会很快速的带大家进入到专案管理的领域。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专案，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专案。在一般来讲的话，专案管理上面可以 cover 到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解决。那这就是专案，然后形成我们的专案经验的部分。那首先第一个的部分就是说，我要讲的是什么是专案。你们想象中的专案来讲的话，有哪些特征？好，好，我有看到大家有开始在写咯，有时间性、过程、未知的事件，都是属于专案的特征。还有，告诉我一下哦，专门解决某个 issue，很棒。再来是活动的执行，专门的一个题目，与利害关系人有关。诶，这个讲到一个行话咯，利害关系人。需要被人专门管理跟协调的案件，专门的一个题目，还有吗？还有哪些特征？我们大概再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然后在我们的 Slido 里面去打上我们的留言，告诉我说，哎，你们认为的专案是什么样的，会有什么样的特征？过程未知，可能需要是特别的组别跟沟通的现实项目团队，对，有明确的目标，资料分析，还有吗？有预算限制，哇，太棒了，有人终于讲到预算了。
还有吗？客制化很棒，资料分析也优化资源配置，太好了。我觉得大家都很厉害，都知道说什么专案会有哪些特征，有预算的限制哦，有人在有预算的限制，在特定的目标，还有再一个是重叠的部分。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说什么是专案的特征。那专案的特征就代表它的特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性，所以专案的话也有它自己的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它是临时性的，所谓临时性，它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图片上面的右下角的部分，就可以看到说，哎，它是有始有终，有始有终才能够变成是一个专案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大家一定要记得。等于说，你如果说，哎，我看得到它开始的时间，但却看不到它的结尾的时间的时候，那这个就不是专案，大家一定要非常记得。那所以也因为这个特性，所以我们就会可以看得到说，专案的长度会决定了专案的范畴。这件事情怎么解释呢？举例来说，我们有2天就可以完成的专案，跟20年可以完成的专案，那它的范畴一定就不一样，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也不一样，甚至于里面的一些制作的方式跟管理的幅度也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专案的长度决定了专案的范畴，这是大家一定要记得。那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独特的目标，独一无二哦。独特就是代表独一无二，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看得到的部分就是说，哎，它可以是一个计划，可以是一个研究报告，甚至于它是可以创造出一个标准，然后甚至于它是一个产品。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诶，有些人觉得说，那无形的东西呢，像服务也算不算是一个独特的目标？是，只要它是独一无二，都会变成是一个专案的特征。啊，这也是专案的特性。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哎，我们在这个专案制作的过程中，它要做到这样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的时候，它一定是只要是独一无二，一定是从无到有。所以我们在从无到有建构一个目标的时候，或完成一个作品的时候，它必须需要磨合。可是在专案执行的过程中，因为有时候它会很长，所以让我们要在执行的过程中做不断的改善。然后让它可以逐步的精进，那这也是专案的特征。因此，我们在专案的特征里面，我再帮大家做一个整合，就是说它的主要3大特征就是一定是临时性，好，所谓的就是有始有终，有开始有结束才叫做专案。第二个部分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它就是叫做一个专案，就是独特的目标。如果说它可以透过机器，然后重复的制造，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是专案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逐步完善。在专案执行的过程中，因为它是从无到有，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执行的过程中，期望它能够逐步完善。所以在这一块来讲的话，这就形成了专案的特征。好，那既然有这些特征的时候，那专案是不是也应该会有一些资源的限制？因为它是有始有终，所以就一定会有限制。那有限制的描述的方式就会变成，我们用一句话来说，专案的定义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及资源之下，完成发起人的需求，然后并达到发起人满意的品质。那这就是专案的定义。那换个方式来讲，用比较简单的6个字来去说明。它就是如职如期如预算的方式来去建构一个专案。然后，所以在专案的过程中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说要完成一个专案的目标，我们最起码的标准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然后在有限的资源底下，然后完成一个在有品质的一个作品或服务的部分，独一无二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专案的定义。所以，综合以上的特征及它的一个限制，那大家一样再帮我扫描一下我们的 QR code，留言一下说，那你们认为综合这些特征及它的限制，在专案的部分来讲，它可以应用在哪些层面？好哦，产品开发产品、工作、重大工程，很棒。还有呢？再想一下，可以应用到的方面，设计与公共艺术建设，建立制度可以。再来，软体开发，还有可以再想一下哦。既然专案完成的是独一无二
的目标，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哪些东西是独一无二的？想一想哦，跟你们生活相关，跟你们人生也有相关哦，不一定是要产品哦。一样给大家30秒的时间，健身生活管理。改善流程可以，婚姻哇，把婚姻当做专案来做管理，这也不错哦。诶，这个我觉得我应该好好认识一下显婚姻这个人，他很厉害哦。育儿计划也行，育儿计划也行，学习职涯规划、饮食控制可以，人生的规划可以。写人生规划的人，他一定很有感觉，因为人生就是每一个专案的堆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在学专案管理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注重自己的一个成长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做学习的过程中，我会去不断的考证照，从我们的只要是我认为自己需要，我就会去考，然后去学习，让自己能够不断的精进。那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生涯理论里面来讲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自我就是一个专案，而不是是专案的堆叠的部分。好，我们给大家一句话：非日常性的工作，强调哦，是非日常性的工作，皆可以利用专案的方式来完成，包含说任何的产品或服务，以及任何的标的物，甚至于是自己的作品都可以。那刚刚有人写到用婚姻的部分，把婚姻当做一个专案来完成，我觉得很棒，因为我们在婚姻经营的过程中，确实是需要有一些计划的部分，但是强调一下哦，婚姻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所以呢，如果说忽略到爱的成分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你的专案 fail 掉，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不要过度的计划，然后导致你的婚姻还是会出问题哦。好，OK，好，那所以在日本的就是管理大师大前研也有说过，专案经理是未来最珍贵的人才。大家可以稍微，如果说你要成为最珍贵的人才，你要赶快去想办法让自己当一个称职的专案经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一件事情，说，哎，那专案经理我给大家提示一下，本身来讲是不需要做任何决定。那会不会有人觉得说，啊，专案经理不做任何决定，他怎么样去完成专案呢？怎么样做任何的决策？怎么样去分配工作？事实上，他就是要运用别人的力量来完成专案。这个一定要记得哦。专案经理是不做任何决定，但却能够用很多的技术、技巧、工具来帮助把它总结出来，然后变成是一个决议的部分。那专案经理就是需要有18般的武艺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专案经理为什么大前一说是最珍贵的人才，的道理就在这边。那我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来跟大家做一下提示：专案经理怎么样运用别人的力量来完成专案？这边就是有个小男生帮妈妈提篮子，然后跟妈妈去杂货店买东西，然后老板看他很乖，就很开心，就说：“哎，你帮妈妈的忙很乖，然后北北请你吃糖，就打开糖果罐让他去抓一把。可是呢，这个小男生都迟迟都不拿，老板说不要客气嘛，你就说完的时候都帮他抓了一把。然后可是妈妈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你不自己拿糖果呢？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他不愿意自己拿呢？那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小男生就是知道说他自己的手比较小，所以他抓的糖一定比我多，所以他不自己拿。那这也是为什么做专案管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用别人的力量来帮我们做专案的完成的部分。那专案的完成的过程中，就是尽量要让我们的专案的效益跟效果是最大。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专案管理能够解决的问题有哪一些。好，你可以看到图示这边有想到说，哎，当我有一些人生的方向不知道的时候，我可不可以透过专案管理来解决？可以。当你混沌不清或模糊不清的时候，你根本看不清一个事件或物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的时候，你也可以透过专案管理帮你做理清。然后呢，你可能会有时间的问题，你有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解决方案，如何形成一个解决方案的问题，这些面向都可以透过专案管理来去帮你做一个解决。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其实专案管理也在管理风险。人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然后今天不知道会不会有明天，但是专案管理的部分可以帮你做预测，说，假设说你已经知道说明天有可能在明天的部分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通常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做？帮助你保护你的明天能够持续的延续，就是靠保险。所以风险管理里面来讲的话的一个回应策略，有可能就是保险的部分。所以为什么专案管理也在管理风险的原因就在这边。好，那虽然说我们专案管理就会制定很多很多的计划，可是，在做计划的同时，你有可能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有计划了，可是它进度是落后，但是预算控制良好，那这时候的专案管理来讲的话，品质就会有问题。因此，我们也会在专案执行的过程中，根据计划执行的一个方式跟方法，我们控制的几个面向，不管是时间的面向或者预算的面向、成本的面向，都会对它进行做管理。所以，当你有前面的几个面向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抢救你的专案？要不要学专案管理？一定要。好，那在专案管理里面来讲，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好的方式来去帮助我们完成事件？原因是因为它有5大流程、10大知识领域。那我稍微因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稍微大概介绍一下什么是5大流程，就是在起始与结束的同时，我们透过规划、执行跟监控的循环来完成我的目标及专案。我再讲一次。在开始跟结束的中间的流程，我们透过规划、执行与监控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做我们独一无二的目标的一个完成，这就是我们的5大流程。可是，在5大流程里面来讲的话，它会有说，我们必须要知识理论的基础来帮我们支撑管理这个5大流程的部分。那要透过哪些知识的部分来去做管理呢？就是这10大知识领域，包含利害关系人的管理、采购、风险、沟通范畴的管理、时间的管理、成本的管理、品质的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的管理，最后到整合管理，这些都是10大知识在专案管理里面的10大知识领域里面要去研究的部分。其中我要特别 highlight 的部分就是利害关系人管理。为什么要特别 highlight？之前我们在做专案管理的时候，通常其实，在专案管理的过程中，我们管的是人，而不是事件的本身，从来不会是我们的目标或者是材料要怎么样去做管理，通常都是在最主要的一个管理目的，就是在人的管理。那人的管理的部分，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确认对于我这专案的利害关系的人员管理的时候，通常80%-90%以上，你的专案都会呈现失败的一个情形。那这也是为什么说在专案管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确认，谁是我们的利害关系人，那哪些利害关系人我们要对他做一个管理的部分。那这就是所谓的10大知识领域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利害关系人管理。那当然，这个东西每一个知识领域都有非常深的研究基础在这里面，所以如果说日后大家有去上专案管理课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利害关系人管理的这个领域的部分。好。那其实刚刚看到说5大流程、10大知识领域，事实上里面还有47个小流程。那如果说大家在学完专案管理的过程中，能够透过一个故事，用47个子流程把它串成一个故事来讲完的时候，代表说你对于专案管理上面的知识跟内容的部分已经内化在心里面，这时候你差不多就已经快要出师了。所以在这5大流程、10大知识领域以及47个子流程，你都能够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它串起来，这时候基本上你就有一定的认知，在整个专案知识管理的一个专案管理知识的一个领域的一个研究上面应用的部分。好，接下来呢，大家前面大家进到我们的专案管理领域的部分，我们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脑力激荡。这个小小的脑力的激荡就是说，左边是原文的部分，那大家可能要针对这几个提示，然后告诉我说，它可能的内容是什么？好，就是一个谜语的部分。那我右手边是一个中文的翻译，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也就是说，好，我这边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是说什么样的东西是富人需要它，富人需要它。好，富人需要它的部分，以及穷人拥有它，它会比上帝还更伟大。
然后它也比魔鬼还更糟糕。如果你吃了它，你就会死。好，这个部分欢迎大家填，然后用英文写哦，因为它是原文。中文的部分来讲的话，我感觉上我找不到比它，对不起。好，时间、money、健康都不是哦。再想一下，用英文的名词来去想。再给大家10秒钟，相信我，等一下讲出来的时候，大家会哦，原来是这个饼干，不是。好，LIE 是谎话吗？嗯，不是哦。你可以把它套用到这个句型里面，把它置换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哎，答案合不合适。好，那最后5秒钟、4秒钟、3秒钟，哎，有人知道答案的，nothing。很棒，很棒，大家可以知道，谢谢。那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现在今天要讲的部分就是前面我已经讲到专案的定义的部分啊，接下来的部分我会介绍瀑布流跟敏捷式的一个差异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哎，我们在过往来讲的话，我们要完成一个专案，我们可能就是把一个专案的形状都已经设定好了，然后我们透过一个人呢把它搬走，这时候我们会很辛苦。可是我们把它切割了一个小部分，一个小部分，在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轻松。所以这也是瀑布流跟敏捷式专案管理的不同的一个逻辑跟思维的部分。因此，只要是比较是属于跟市场有变化相关的一个专案，都是比较适合叫敏捷式管理。在瀑布流来讲的话，什么样的专案比较适合瀑布流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专案管理手法呢？好，其实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做提示，像太空船的建造，或者是说比较大型的建筑的专案、重大工程的部分，他们都比较适合做瀑布流的一个建制。甚至于如果说，哎，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个系统开发工程，或许它也可以用瀑布流的方式来去做专案管理。那敏捷式的管理呢，是因为，哎，它市场的变化，它就得变化的同时。像这类的目标或标的的部分，就比较适合敏捷式的管理手法。大家可以看得到说，哎，瀑布流的管理手法是从计划、设计、建构、测试，然后再做bug 的修整，再做测试，然后最后上线，它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完成它。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这样的一个专案特性，它就是会适合哪一种。然后另外一个是敏捷式的部分，敏捷式就是把上面的这些流程拆成一小块一小块，上面可能是2年跑完所有的流程，下面是每2个礼拜就跑一次流程。那因此它的整个专案的一个形态跟管理手法就会不太一样。好，这是敏捷式跟瀑布流的一个差异的部分。所以我在针对于瀑布流的专案的个概念来去做描述。因此，只要是瀑布流的方式，现在目前来讲，哎，可能有些人认为说，哎，可是不是做敏捷式的管理可能会比较轻松嘛？那可是当我遇到一个瀑布流的方式，我怎么样去，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帮助他提高他的成功几率的部分？也就是说，好，我们现在做瀑布流的一个专案管理，从收集需求分析、架构设计、确认规格的开发，以及系统功能的开发、真功能测试、上线交付，这些都是原来的。现在目前还多了一个叫做客户的导入顾问，来确保我们之前的设计能够成功的导入到我们的客户的一个系统里面。所以在瀑布流的一个
的一个管理手法里面来讲的话，在专案上线过后，为了要确保它能够顺利成功的上线，通常我们都会有个顾客导入顾问，或者是客户成功的顾问的一个角色就会进来，协助顾客针对于过去2年设计出来的，不管是系统或产品，然后协助顾客去做一个导入。那这也是在瀑布流专案管理的部分，为了确保它的成功几率能够被提升的一个手法。好，那刚刚讲到说传统的专案管理跟敏捷式的专案管理，我们可以透过这张图来去比较出它的差异。刚刚讲的左半部的部分就是所谓的传统式的一个专案管理手法，可以看得到说我们功能规格都是固定的，但是我们的资源跟时间都是不固定的。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它时间拉得很长，当初的2年前的预估跟2年后实际发生的一定会有差异，因此我们在时间上面跟资源上面就是会有差异。也就是说，以传统的式的方式来讲的话，它是以计划为导向。可是，在敏捷式来讲的话，它是以完成度为导向，以功能来为导向的方式来去做建构我们的专案管理手法。因此，我们的资源跟时间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我买你500个小时，在2个月一定要用完，这都是固定的。可是我的建构的一个标的的部分，就是功能的部分，它是可以弹性的，甚至于可以因应市场的变化而做一个调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再用一张图来跟大家去呈现，大家可以看到说，哎，在传统式的专案管理，从开始到结束一样，就是规划、执行跟监控的部分，它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完成。可是在于敏捷式的专案管理，它就是不断的循环，2个礼拜为一个循环，左边是2年一个循环，2年为一个执行，然后右手边的部分就是两个礼拜，1到4个礼拜的方式来去执行，因此它会有一些特性就会产生出来。好，那刚讲了这么多的敏捷的一个精神，现在目前在系统建制上面，因为大家都是 TDAS 未来的 TDAS，所以在这个未来的系统建制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就多一些时间来介绍敏捷式的一个管理的精神的部分。那敏捷式管理的精神有4大宣言、十二条规范的部分。那针对于今天来讲的话，我就针对4大宣言来去讲。他在乎的在敏捷式的管理手法里面，他在乎是个人的互动，然后远胜于我们在流程跟工具上的一个制作跟遵守的部分。然后在可用的软体，这泛指是说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工具，或者是流程，或者是一些实质上的实体操作，像便条纸啊，或者是看板的部分，这些都是所谓的可用的软体。然后去胜过于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文件，其实文件到最后只是放在那边的部分。所以因此在敏捷式的管理里面来讲的话，他宁愿你使用很多的不同的方式跟方法来去执行，也不要去在文件上面做太多的琢磨。还有一个是我们在过往来讲的话，瀑布流的方式来讲的话，只要是客户一开始提出需求，最后再看到客户，有可能是在专案上线的时候才会看到验收上线的时候才会看到客户，这中间的2年的变化是非常的多。可是敏捷式的话，它是2个礼拜，每2个礼拜就产生出我们要的系统功能，在这2个礼拜过程中，他会跟顾客做紧密的接触跟联络，他宁愿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执行专案，也不会透过合约的约束来去做专案的执行。还有一个是因为刚刚有看到。我们的资源跟时间是固定的，所以他会期望说，哎，这个变化是可以欢迎顾客变动他任何的想要的功能。所以呢，在这一块来讲的话，他做出来的东西都能够符合市场的需求，而不会说啊，你当初讲的是这样的规格，然后你不能变哦，然后如果变的话要经过所谓的变更管理的程序，不用在这一块，在敏捷的部分，你随时想要变就可以变，只要是你认为有市场的需求。所以呢，这12个4大宣言被展开来就是12项的准则，这个部分大家只要先参考一下，今天我们就不再做赘述。好，那刚讲到敏捷式的一个 framework， 主要有3个部分要做注意的部分，就是左边我们的角色里面有所谓的 product owner、Scrum Master，就是我们 product owner 就是我们的需求者。
然后 Scrum Master 就是我们的 PM，Team Member 就是我们的组建的团队。然后在整个流程里面，我们会有所谓的Sprint 就是冲刺，我们每次冲刺2个礼拜的冲刺就会有冲刺的计划，然后我们会有冲刺的结果展示，以及我们每一次的冲刺的过程中都会有个所谓的回顾的部分，就代表说，哎，我每次冲刺完之后，大家都会想说，我还有什么流程或什么样的制作方式可以再优化。然后最后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每天的站立会议。所以在站立会议的过程中来讲的话，大家都可以提出说，哎，他遇到什么困难，直接可以，如果说对于我们系统的规格有不了解，直接都可以询问我们的 Product Owner 的部分。那在文件上面来讲的话，它只要有说，哎，我这系统的采购清单、工作清单，以及每一次在做 Sprint 冲刺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个要完成的每一次的一个功能清单有哪些，以及我们所谓的在敏捷式管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蓝镜图，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的资源是固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有500个小时，我要在2个月内把它用完的话，那我每一天应该要耗用多少个小时的资源？那这都可以透过蓝镜图来去看到。所以在所谓的产品Product Owner 的部分，它会去针对我们的系统产生清单，然后团队的部分可以直接跟 Product Owner 去做沟通。那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它就会产生 task。那我们的 Scrum Master 就是我们的 PM，会根据我们的资源以及它的完成度，然后去产生每天的去举办召开我们的站立会议，然后以及每次冲刺完之后的一个成果展示，然后最后把我们已经被 Product Owner 接受的工作，然后去完成，然后直接去做使用，最后我们会有个回顾会议的部分。那这就是所谓的 Scrum 的一个工作的一个framework 的部分。那刚有讲到 Product Owner 的部分，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我快速跟大家讲一下，它就是确认我们每一项目标的一个功能，以及它决定什么时候要去上市，以及它的内容的部分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是，它确保每一项功能做出来的时候，它的投资报酬率是要好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说，它会根据市场的价值去调整我们哪一项功能要先做，哪一项功能要后做。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它也可以调整我们的功能跟它的 priority。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最后一项。Product Owner 它可以去决定每一次的成果，它是否接受或者是拒绝，这个非常重要哦。如果说好，你到2年后才去拒绝它，你会有很多很多的 concern。可是2个礼拜内我的完成的项目，你可以大胆的拒绝，因为它不是你要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跟过往的瀑布流的一个做法是非常差异非常大的地方。然后我们的 Scrum Master 就是代表就是我们的 PM，那这个 PM 来讲的话，它就是要对 team 做管理，然后它要体现我们的整个 team 的价值以及它的实践。然后重点是在于中间这个，它移除在专案执行过程中的任何障碍的部分，然后确保每个团队成员能够完整的时间在我们的 team 里面去做工作，然后以及说，哎，我们在 Scrum Master 这 PM 能够对于各个角色能够紧密的合作，然后再就是说，他要保护我们的 team。避免外部的干扰，在最后一项。所以 Scrum Master 它主要的职责其实也说起来也蛮简单的，但是它就是帮大家挡子弹的一个人。好，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的 team 来讲的话，以敏捷式的管理的 team 通常都5到10个人，然后是一个 cross function 的部分，就是跨部门跟角色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个是他非常强调整个 team member 在这个 team 里面是个 full time 的，不是 part time 的，不是来做工读的。但是某些角色还是可以做 part time 的一个角色的部分，这没有问题。然后强调的是 team 是自我管理，而不是透过专案管理的就是专案经理来做管理，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然后再就是说，如果说理想来讲的话，在 team 里面是没有阶级之分，所以这个就是会是敏捷式管理的一个最大的特性。好，刚刚有提到一个蓝镜图，大家可以看到蓝色的线就是以平均来讲的话，我有600多个小时，然后花了几个月把它完成。那每个月要完成的部分这是一个平均图，可是实际上是红色的部分，它有时候用的多，有时候用的少，但是最后的部分都一定会耗用完毕，所以这就是蓝镜图最大的用意。那当他知道说，哎，他剩下有时候在执行的过程中突然发现说，
这个部分他用的特别多，他就要担心的，因为有可能会最后会不够用，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些警惕跟调整的部分。好。那所以在敏捷式管理，我们可以获得到什么呢？以 PM 的角色，刚刚有讲到，它会变成是一个 Scrum Master 的就是 Scrum Master 的部分。然后再就是说，我们这边必须要注意的部分，就刚刚有提到，我们只要文件只要够用就好，不要求的太过于精致跟太过于复杂。然后它是 Top down 的管理，重点是，如果说你导入敏捷式管理的话，它就是你的组织的一个变革。然后执行敏捷式管理会有哪些好处呢？代表的是说，哎，我们可以得到在我们的产出里面可以更早得到，而且它是连续不断的产出，还有它是真正有价值，因为有价值才会去做。然后还有一个是它拥抱变化，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弹性的产出。所以在整个角色里面，我们要激励的是我们的 team member、我们的管理者以及我们的 product owner，都是我们的 team 的一个角色的部分，都需要被激励的。好，接下来刚讲到瀑布流跟敏捷式管理的差异，那接下来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在敏捷式管理里面来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流就是我们的 Kanban 管理。那 Kanban 管理的最重要的部分，它的核心就是把我们的工作流程可视化，好，就是它可以做更好的视觉化。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它可以根据我们的工作流程来去限制每一个站点的一个工作数量，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个核心特色，所以它可以做到流量的管理。那因为它是可视化的工作流程，所以它有明确的规则跟政策，然后以及在专案管理里面一样，它会有持续改进的思维在这里面。那刚提到这5大核心，我们用下面这张图来去解释为什么它可以做，因为为什么它可以解决一个所谓的在专案执行过程中的一个 bottleneck 的部分？因为它可视化，所以我可以很快的看到说它哪边卡住了。举例来说，我分析的过程中，我每周可以做10个案件、10个工作，然后可是我开发也是做10个，看起来是不错。可是到我的测试只能做5个，那所以我们的瓶颈就会落在我们的测试这个环节。那所以大家同学可以想想看说，好，我瓶颈是落在测试的这个环节的时候，那有什么样的一个解法？好，有两个解法，第一个就是把测试的人员增加，然后它可以产能多一点，然后符合它的那个就是前面几站的一个量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量呢，如果说我没有办法去增加我测试人员，那就是把分析跟开发的部分，然后减到5个。当的产能的产出可以5个，那这样的话前面就不会塞车，也不会有闲置能力。因为如果说前面就是瓶颈有人卡关的时候，前面做太多也没用，那反而让很多的工作都堆积在上面，然后测试的人员就累死了。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它是可以很快的去找出我们到底哪边塞住了。那塞住的过程中，我们透过我们的看板管理就可以看到，它有个秘密的数字，关键数字就是上面的红色的数字。所以，我们每个站点左边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做这个专案的所有的工作清单，然后再就是说，我们每个站点有分成说，我要选哪几个工作哪几个功能放在我们的每一次的冲刺，那可能上面这个数字就是一个秘密，等于说我每次只能放3个工作项目在这边，因为我分析每次最多也只能做3个，可是我的开发因为它会有一些 bug 的呈现以及不特定的因素，所以它可以做5个。可是最终的产出的部分一样到测试一样只能产出3个，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图示的方式，你可以很快的看到说，这样的一个数字调整下来之后，它的流速是最顺畅的，不会有任何的阻塞的部分，然后最后就有一个完成度的部分。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紧急通道，因为我们每一个功能都是直接到市场上直接就可以使用的部分，所以就会有紧急通道，每个紧急通道只能有1个。然后呢，我们所有的每个站点遇到这个紧急通道的卡片在它的站点的时候，它就必须以它为最优先来去执行，这就是所谓的扛棒的一个管理秘密的部分。好，那这个扛棒哪些情境可以适用扛棒的管理呢？第一个就是你的专案管理的任务透明度太低的时候，你可以透过扛棒的管理，因为你不知道透明度一旦太低，你就不知道怎么做管理，那这时候可以用扛棒的一个管理手法。
或者是容易遇到瓶颈或阻塞，资源管理的不当的部分，资源管理有呈现不当的一个现象发生。还有一个是，因为市场的变化，在过程中里面来讲，可能如果说能够用 Kanban 的管理，可以让你快速的去反映市场的变化，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还有一个是任务优先等级不清，或者是缺乏持续的改进的一个专案管理的现象，以及我们在进度跟绩效监控困难的时候，都可以透过Kanban 的管理的方式来去进行。所以因此，Kanban 管理可以应用的情境大概是这7个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参考，但一定还会有很多。这个接下来的照片就是我们会有之前我在带团队的时候，有分成 A team、B team，他们都会每天都是会站在我们的团队里面，站在我们的建构的实体看板。现在有所谓的电子看板，那为什么我喜欢用实体看板的原因，是因为举例来说，在系统开发的时候都会有 bug。那之前呢，如果说有 bug 的时候，要求工程师去把 bug 修复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可是透过这样的一个Kanban管理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只要是 bug，我会在那个 bug 的卡片上面贴一个香蕉皮，是真的香蕉皮哦，那是新鲜的香蕉皮。等到说，哎，我把这个香蕉皮贴在那个 bug 的卡片上面的时候，大家每天因为我们会有站立会议，每天5到10分钟站立会议就看的那个 bug 如果没被修复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它会发生什么事情，香蕉皮会烂掉，会臭掉，甚至会变黑。所以呢，工程师就会很着急的把 bug 做修复，这也就是实体的 Kanban 管理的时候这最大的魅力。这也是我喜欢用实体的Kanban管理来去建构，而且它上面会有一些创意。大家可以看到，等一下可以看到不同的 team 会有不同的创意在卡片上面的呈现，以及看板的呈现的部分。这是在建构过程中卡片移动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说，哎，我们左边要估计在这个冲刺的过程中要完成的卡片，当它逐步往右边的方向去移动的时候，大家会很有成就感，也会激发大家的动力。好，那这是另外一个团队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每天5到10分钟的站立会议，他们 Product Owner 的团队跟 Scrum Master 都会进行一些讨论，然后这也是他们当我们在每天召开站立会议的过程中，会针对自己的卡片做一个移动。哎，我是 U 叉 UI U 叉，我把我的卡片做完，我就会往我们的 PG 去做移动的时候，大家都会在每天早上站立会议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代表说，哎，他昨天的完成度有哪一些，然后很快的可以让我们整个团队的绩效就会出来。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哎，大家可能针对每天的项目会有所谓的 Product Owner，然后他会来去做解释，让你可以知道说每个卡片它产生的功能。右手边你有看到说一个红色的贴标的部分，只要被贴上红色的贴标，就代表说它是一个 bug，那这个 bug 就会很明显的被凸显在这上面。所以如果说你临时买不到香蕉，没有香蕉皮也没关系，我们就用红色的点点来去代表你的卡片有 bug，那他们就会很快就做修复。所以在Kanban管理里面来讲的话，大家是不是可以想象得到说，它是只有做系统开发才用得到？不是，在人资里面，它也可以用在我们的招募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说，哎，我今天有几个履历要捞进来，然后我安排的面试有哪些，然后我们需要做测验有哪些，最后接受 offer 的有多少人？那这一些也都是Kanban管理可以做的流程。所以Kanban管理不只是在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系统开发也可以做到应用在招募，甚至业务开发。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自己个人对于专案管理很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刚有填婚姻的人，你也可以把你的那个婚姻把它做成一个Kanban管理的计划，每天有个 task，然后告诉大家说你要做什么样的针对婚姻的过程中你要做哪些工作，把它记录下来，逐步的朝向婚姻之路而走。好。所以我们这边有2个练习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参考。那如果有兴趣，可以照这个练习的题目可以去进行。第一个是招募流程，你可以依照去访谈一下我们的现在目前公司里面的一个人资招募，
然后看他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招募作业，可以透过你把自己当做一个系统分析师，然后去了解他的流程，然后试着从人才库的筛选一直到报到完成，然后透过扛棒的方式来做工作流程的拆解，这是练习一。练习二的部分就是，如果说有些人想要未来要做一个业务的开发流程的部分，因为系统不一定只是做招募流程，不一定做系统开发，不一定做ERP 或 CRM 的部分，有可能也是做业务开发。那这时候你可以去做访谈，依照现行的一个业务开发的作业，试着从准备作业，就是我们在准备清名单的时候，一直到完成的 KPI 就是你达到的业绩目标前进的一个工作流程拆解，然后透过 Kanban 的方式去做一个试着去建构的部分。好，那今天的专案管理课程的部分就到这边，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还有一点点时间。好，那我们是请所有同学热烈鼓掌，谢谢今天我们古文非常精彩的这个解说。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 Q&A 时间的部分。台湾制造业如何实现敏捷制造？这边可以给大家提示，因为刚刚我们有在刚的专案管理的过程中有看到说，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在专案的一个制造的部分，它事实上是，例如说我要构建厂房，那构建厂房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拆解，把我们的整个厂房的制造的过程中，分成几个部分？然后，例如说，我有所谓的土木工程，我有机电工程，甚至于我有一些机器设备的一个构建，因为我们拆解的比较小的一个流程，然后让我们的在完成的过程中能够更轻松，然后也能够针对，不是说，我从一开始厂房建构的过程中才知道说，哦，这个厂房不适合，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把厂房的制造机器设备的建构以及测试的部分，可以分阶段去分不同的模组去进行，然后来让整个到最后的部分再做一个组合，那也一样可以实现敏捷式的一个管理的部分，这样。那有同学问说，请问我自己创业的公司，那讲师对于专案管理有没有推荐可以上哪些课程呢？自己创业的公司，然后对专案管理有没有推荐上哪些课程？其实第一个专案管理来讲的话，我还蛮推荐大家去上 PMP 的专案管理课程，不管是瀑布流的部分或者是敏捷式的都可以。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有一些专案管理的基础，那这时候或许你可以去跳级去上敏捷式的专案管理。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回过头来先从瀑布流的一个PMP 的一个证照，然后先拿到，因为所有的专案管理都是以那个为基础来去做建构。如果能力比较精神的时候，花刀呢跟 PM 的工作都可以由一个人可以做吗？可以，可以，可以。因为其实，在专案管理的过程，刚刚有提到敏捷式的管理的部分，可以因应一些实际的环境的需求，然后把 PM 跟 Product Owner 的部分可以做一个整合。但是不在角色扮演上面来讲的话，你要分得清楚，什么时候你要当 PO，什么时候要当 PM 的部分。然后，可是因为你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执行过程中，在验证的部分尽量避免校长兼撞钟，因为 Product Owner 的部分如果跟 PM 的工作上面是重叠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在整个判断的过程中会失去一个准则，所以其实如果说你能够分得清楚你什么时候要扮演 PO 的角色跟 PM 的角色，事实上它是不冲突，但是千万不要是 PO 的角色跟团队的角色是混合在一起，这个就比较不建议了。如果 Scrum 的迭代时间都是2周吗？不一定，它是可以从1周到4周都可以，但是不要超过4周，因为超过4周的话就太长了，这也是敏捷式管理的敏捷的一个定义的部分。好。有同学问说，想请问叶师，如果新鲜人想要从事专案管理这一块的工作，应该从哪边先增加经验，或是从事什么工作累积实际让履历更好看一点呢？OK，
其实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因为工作真的，在职场上的工作，事实上要找人非常的难找，所以公司通常都会很愿意放权让大家去做，工作流程的设计。所以如果说社会新鲜人想要从事专案管理的工作来讲的话，就是只要是你的工作内容有牵涉到流程的部分。流程的设计或者流程的执行，甚至于流程的优化，我都会建议你们先去那类的工作内容都能够多多的参与，来增加自己在专案管理的一个经验的部分。因为刚刚有提到过说，我们在做敏捷式的专案管理过程中来讲的话，是如何让流程视觉化，通常都是对于社会新鲜人来讲是一个蛮大的门槛。even 如果说是很资深的主管，可能对于流程的设计跟优化，他都会有障碍。所以如果说新鲜人想要从事专案管理的话，建议真的是从流程的管理跟实践的部分来去累积经验，这样的话会让你的履历来讲的话会更好看，这是确实的。下一个是，请问刚刚分享可以上 PMP 的课之后，PMP 证照目前大家觉得公信力算高吗？PMP 的证照的公信力算很高，尤其甚至于有些比较讲究的外商公司，我曾经遇到一个外商公司，只要你的 PMP 证照没有在有效期限内的话，它会视同于你没有 PMP 的能力。所以其实 PMP 算是一个国际型的证照。如果说大家有兴趣或者是有能力的话，能够多多先拿到一张 PMP 的证照，对大家来讲一定有帮助。有位同学说，请问现行专案管理相关的证照是否有国际上的双边承认呢？PMP 的证照来讲的话，只有一家叫 PMI 的一个 Institute 的部分。那它的证照不管是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是被认可的，这没有问题。再次感谢讲师以及热情参与的各个青年们。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喽，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